面积8.66万平方公里，石油产量曾占全球50%，堪称泥火山王国。在亚欧大陆深处隐匿着一条独特的狭长地带——大高加索地区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，历史上曾是各国争夺的焦点。虽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但如今反而形成了好几个体量并不大的国家，比如亚美尼亚、格鲁吉亚，还有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阿塞拜疆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劳烦您点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1. 面积不算大的阿塞拜疆。阿塞拜疆坐落于欧亚大陆交汇处的外高加索东南部，其辽阔的疆域达8.66万平方公里。这片土地东临里海，南接伊朗与土耳其的边界，北临俄罗斯，西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接壤。境内大小高加索山脉宛如天然屏障，横贯东西，余脉悄然融入里海之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飞地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被亚美尼亚、伊朗和土耳其3国环抱，独具一格。阿塞拜疆的地形丰富多样，山地与低地交织，其中50%的土地被山脉覆盖。东北部是大高加索山脉的巍峨身姿，西南则是小高加索山脉的蜿蜒，而低地和河谷平原则宛如绿色翡翠镶嵌在中部，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生机与活力。库拉河作为其主要河流，滋养着这片土地。阿塞拜疆呈现出多样化的气候特征，中部和东部气候较为干旱，而东南部则相对湿润，雨水充沛，这使得阿塞拜疆拥有了独特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。首都巴库这座紧邻里海的城市，冬季温暖宜人，平均气温在4摄氏度到27.3摄氏度之间，成为了人们向往的宜居之地。阿塞拜疆不仅地理位置优越，资源更是丰富，其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尤为突出，主要分布在阿普谢伦半岛和里海大陆架，已探明石油储量曾高达20亿吨，地质储量则达到40亿吨。石油资源储量不仅丰富，且品质上乘，具有埋藏浅、杂质少的特点。阿塞拜疆还拥有铁、镁、铜、黄金等金属矿藏，以及丰富的非金属和矿泉水资源。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，阿塞拜疆拥有43个民族，其中阿塞拜疆族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，而油气工业则是其经济的支柱，石油加工、石油化工、机械制造等行业蓬勃发展。巴库作为阿塞拜疆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不仅是里海沿岸最大的港口，还是航运、航空和铁路的枢纽。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见证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与辉煌，如今更是以石油产业为主导，带动着城市的快速发展。在石油工业的带动下，巴库的石油机械、轻工、食品工业等行业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2. 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。阿塞拜疆曾是苏联石油工业的摇篮，这里产出的原油质量上乘，曾是苏联炼制特种油品的不可或缺之地。直至上世纪50年代前，阿塞拜疆的石油产量始终稳坐苏联的榜首。随着苏联伏尔加、乌拉尔油区及西西伯利亚油区的崛起，阿塞拜疆的石油产业地位虽有所滑落，但其年产量依然保持在1200至1400万吨的稳定水平。基罗瓦巴德附近的纳夫西兰油田更是独具特色，其原油富含耐成分，具有杀虫、消炎等多重功效。这里的原油大量被用作医药原料。为了充分利用这一自然优势，油田附近还建立了一座独特的纳夫兰塔石油疗养所，吸引了众多寻求石油疗法的患者。苏联解体后，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升温，阿塞拜疆的石油产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。如今的阿塞拜疆石油年产量已突破3000万吨大关，这些石油几乎全部出口，为阿塞拜疆带来了近100亿美元的年外汇收入。在某些年份，经济年增幅高达20%。除了石油产业，阿塞拜疆的农业也颇具特色，主要集中在中部的库拉河流域和南部的阿拉斯河流域。通过高效的人工灌溉系统，实现了农业的高度集约化和专业化。棉花、茶叶、葡萄、水果、蔬菜和烟草等经济作物为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。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型国家，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也难免受到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。近年来，受国际油价大跌的冲击，阿塞拜疆经济一度出现负增长，甚至在2016年陷入了衰退。为了应对这一挑战，阿塞拜疆积极寻求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合作，并于2015年加入了亚投行。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、能源、化工、交通、通讯和旅游等领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，为阿塞拜疆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。
3. 阿塞拜疆为何被称为泥火山王国？泥火山与火山喷出的物质截然不同，泥火山喷涌而出的是泥浆与岩石碎片，这些物质质地松软，难以堆积成高山，大多流向四周，形成一片片广阔的泥滩。泥火山作为油气资源丰饶地带的自然标志，往往成为衡量油气区潜在的重要指标。在全球范围内，约有2000余座泥火山被发现，其中规模宏大、名声显赫的如美国黄石公园、中国新疆与台湾省以及伊朗的某些地区。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塞拜疆，这里被誉为泥火山王国，其境内的泥火山数量高达220座，其中更有全球最大的奥特曼博兹达格泥火山，其2018年的喷发壮观至极，泥浆直冲云霄高达300米。自1810年以来，阿塞拜疆的泥火山喷发活动频繁，累计已达200次，其巴库群岛更是有8个岛屿由泥火山喷发所形成。这片土地无疑是大自然的泥火山奇迹之地。